2018年3月，中国政府专门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合署主要负责拟定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规划，确定援外项目，监督评估实施情况。近日，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唐平就当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些热点问题，专访了国合署新闻发言人、国际合作司司长徐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我们今天专访的对象就是国合署的新闻发言人徐伟。这也是他履新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成立3年多时间以来，国合署如何通过对外援助工作来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在疫情之下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来听听徐伟怎么说。徐司你好，我是深圳卫视记者唐平。欢迎来到我们国合署。小唐你好，你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这像一种植物，像造纸术一样。对了，这个是菌草。那么今年9月份呢，我们国合署举办了菌草论坛20周年活动。当时我们委托承办方呢，制作了这么2块背景板，这是我们国合署的署标。那么这个呢是中国援助的标志中英文。下面的英文表示说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理念。我看到我们这个国合署的这个 logo 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结。对呀，这中国结是有寓意的，它象征着友谊。通过我们中国的对外援助，把我们的友谊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20多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从福建出发的神奇中国草，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菌草援外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一个缩影与一大品牌。那么今年9月初，我们国合署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菌草援外20周年及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了贺信，充分肯定了菌草技术为全球减贫脱困和环境治理发挥的作用，要求我们加大菌草技术的国际合作力度，使菌草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徐伟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今年以来，国合署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迄今已向106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8亿剂疫苗。今年全年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那么我们开展疫苗援助以来，多国元首向习近平主席致谢，认为中方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是患难见真情的一个生动写照，树立了抗疫国际合作的典范。我们有30多国的总统和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出席我们疫苗援助的交接仪式，并亲自带头接种中国疫苗。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疫苗援助是及时雨，是隧道尽头的光芒。我给“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了债务陷阱，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论调？您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量力而行。不仅是量中国的国力，而且是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国情，不做超越受援国发展阶段、不符合他们实际需要的事，避免有关国家承担过重的债务负担。那么，如果受援国因为大量的借债无法偿还，中国自身其实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你说我们搞债务陷阱，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宣布免除15个非洲国家到2020年底的无息贷款债务。我觉得中方是认认真真的做出我们贡献的。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当中，没有哪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合作陷入债务危机。其实国内也有一种不理解的声音，就中国国内的发展还不平衡，我们国内在疫情之下经济也受到较大的压力，那为什么还要开展对外援助呢？开展对外援助与改善国内民生并不冲突，两者不存在相互挤占资源的问题。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开展对外援助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这个原则，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真实倾诚的理念。那么，正因为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那么我们的朋友圈才越来越大，我们的发展道路才越走越广，那么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